一墨，你可回来了。妈，哎，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上电视了呀？那上面说什么抹黑，是真的吗？是啊，二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都是我的错。就算是错了，怎么可能是你一个人错呢？哎，凭什么你一个人道歉呢？你赶紧回阅读公司，你这会儿不在阅读，你跑到电视上说什么就此离开图书界了。你听我的，赶紧回去找你跟老板爸爸说说，别让你一个人背黑锅。我回不去了。你怎么就回不去？怎么那么着啊你？其实我早就被开除了。啥？哎，一墨，你怎么能被开除了呢？谁开除你的？还能有谁呀？肯定是那个老板爸爸呗。真是的，还说什么是亲生女儿，哼，把你赶回来就不说了，还开除你。别这么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责任，被开除是应该的。你看你这孩子，你前一段说你在休假，原来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你怎么不说呀？我怕您担心。能不担心吗？你在电视上公开说就此离开出版界，你以后找不着工作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呀？活人还能给饿死啊？一墨，别害怕，也别担心。妈，要是说大话能吃饱饭的话，那这世界上没有饿死的人了。哎，一墨呀，要不咱们去找找夏老板，他人挺好的。我哪还有脸再去求他呀？哎，都怪我呀！你说，要是不让你回来，就不会有这种事儿发生了呀。哎，你说你每天又要上班，又要回来帮店里干活，肯定是太累了，就会出这样的差错呀。妈，不是的，我没事，真的，你们别想太多了。工作的事情过段时间再说吧，我就当休假了。最近血压有点高，注意休息，少烟少酒。这个周末一起吃个饭怎么样？心脏还算是正常，就是要多运动，保持血管通畅。看来你宁可当我的私家医生，也不愿意当我的儿子。一个连家庭都拥有不了，整天住在酒店里的人，怎么配拥有儿子？董事长，您看电视了吧？从今天开始，将永远不再踏入出版业这个行业。这个设计，您觉得怎么样？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叫夏雨墨的丫头在电视上的应对，能赶考阅读？我看她是在力挽狂澜，成全阅读。你怎么还没走？这就是你的新计划，夏家的阅读公司。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关心起我的事业了？事业还是害人的把戏。害人？这个世界上谁不害人？医生就不害人了吗？就搞不懂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天真的儿子？我警告你，不准伤害那个女孩。你跟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以前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知道，是凶手的儿子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哎，你个臭小子，还愣着干什么呀？这个高素山果然不堪重用，我这就找他去。等等，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我们是看戏的人，着什么急啊？那您的意思是？再看看吧，说不定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也说不定，高素山正在保存他的实力。您不跟他正式见面，他难免故弄玄虚。不如，不着急，钓鱼嘛，要有足够的耐心，还要善于等待。你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好消息，还是好消息？我想听不好也不坏的消息，你有吗？有，
他们答应我们不解约了。他们？他们是谁？墨雨、韩冷，还有其他作家。真的吗？是。那阅读这下有救了。何安，谢谢你，我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真的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的功劳。我现在心情真的很复杂。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你以后怎么办？我今天真的好高兴。来，尝尝我做的饭。这是我新研制的一道菜，那尝尝。难道你真的想当厨子啊？怎么，你瞧不起厨师啊？厨师也是可以有梦想的。你是不可多得的编辑，成为业内最出色的编辑才是你的梦想。如果不是出生在夏家，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怀揣编辑这个梦想。现在，我离开了夏家，也离开了阅读公司，为什么我就不能有新的梦想呢？哎，你知道吗？就在我刚才做这道菜的时候，我突然想，也许我要继续的人生梦想，它不姓夏，姓金，金一金饭碗才是我真的人生梦想。乱讲，你这是迂腐。梦想难道还跟姓氏有关？梦想这东西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连着心的，怎么可能说变就变？不变又能怎样？回阅读，只有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我们不说这些了。哎，你都没吃什么？不好吃吗？真的不好吃。不行，来这口，这口，啊，好吃吧？分销商的情绪都很稳定，他们已经逐渐接受了我们的道歉，订单也有所增加。印刷厂那边也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中。不过最大的好消息是，之前解约的作家都纷纷表示愿意再给阅读一次机会，因为大家都相信夏以沫，因为夏以沫力挽狂澜，所以这次阅读的危机才可以化解。夏总，我觉得让夏以沫重回阅读，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你要搞清楚，化解阅读危机的人并不是夏以沫，而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道歉。你满足了他们，这个危机才能化解。夏以沫不是英雄，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再说，他已经对外宣布不再进入出版界。如果出尔反尔的话，对咱们阅读的声誉会再次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现在的局势只是暂时缓解，还不稳定。通过这件事情，我们阅读经不起任何风波了。犯了错就认错，这是应该的啊！算什么功劳？再说了，这一次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高总。这次电视节目是不是他组织的啊？不是吗？小高，这次多亏你了。夏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不是让夏以沫当众出丑吗？他怎么就成英雄了？大小姐，我一直以为你挺聪明的，现在怎么那么幼稚啊？我问你，夏以沫他回阅读了吗？没有。夏以沫还能进入出版界吗？不能，因为他是夏以沫。你信不信，就算他爸求他回来，他都不一定会回来。这就是夏以沫。看来，你当初还真的爱过他，这么欣赏他。爱，我的字典里没有爱，我只是比较了解一个人的本性罢了。我不管你有没有爱，什么本性不本性的，我要的很简单，我要把夏以沫打到谷底，我要他永远没有资格在我面前骄傲。没问题啊，只是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能给得了吗？什么代价？任何代价，包括彻底搞垮阅读。为什么要搞垮阅读？舍不得。看来你也没那么恨夏以沫。如果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够打倒夏以沫的话，那我也愿意。真单纯。我是你，我就不愿意。我对人没有爱，也没有恨。如果我是你，只要能得到阅读，其他的我都在。别跟我废话，到底什么意思？阅读是你的，也必须是你的。我会为你做我能做的一切，
是，你必须要保证，你要成为阅读的掌门人，否则我做任何都没有意义。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总有你的理由吗？我可不相信什么旧情。我唯一爱过的女人，必须是无价的、成功的，这就是我的骄傲。别跟我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做到？你等着吧，夏以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不过我可警告你了，阅读是我爸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这是再接再厉，继续报道。不是已经达到效果了吗？不够。高总，我真的很奇怪，这夏以沫到底跟你有多大的仇啊？你怎么对他这么狠呀？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知心呐，这事确实有蹊跷。这招太狠了，我还差点把他当成英雄了。喂，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暂时无可奉告，可能是小报捕风捉影。哎，我只想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哎，不至于啊，我对夏组长一向还是比较敬重的，你们少说几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主编，你看看吧。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干嘛总是跟我们以沫姐过不去嘛？喂，主编，是晚报的，他们要采访金元满。采访圆满？喂，啊，请你稍等。主编，这也找金元满。找我？干嘛找我？喏，自己看。你等着吧，夏以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圆满，接不接？那边催了。怎么会这样？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先别着急，这些采访不需要理会他们。他们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以沫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以沫一定是被冤枉的。不行，我要去找那些记者。我要找他们评理去。哎，圆满，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来，出来了。金小姐，金小姐，您就是夏丽阳真正的亲生女儿金圆满吗？请问您对今天报上的新闻有什么说法？夏以沫确实不是夏良的女儿吗？她已经离开夏家了吗？现在在什么地方？请问她工作出错的确是离开夏家以后吗？是为了报复吗？你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她有没有出于嫉妒迫害过你呢？你们不要再这么说她了，她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难道你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这么说，她真的离开了夏家？就算她离开了夏家，我们还是好姐妹。在她心里，我的爸爸妈妈和她的亲生父母没有区别。真不是亲生女儿啊！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报纸上说的那些只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她工作失误被我爸开除，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太累，一时疏忽大意。怎么可能像报纸上说的那么阴险，舍不得离开夏家呢？毕竟那个地方也是她活了30年的地方，这也是人之常情。在这里，我请求大家，这是我们家的隐私，请不要再伤害我们家人的感情了。夏以沫，出来啊！是啊，夏以沫，快出来呀！夏以沫，出来了！出事了！干什么呢？这是？哎，找谁呀？找谁呀？找谁呀？这是我们家。啊，找夏以沫啊。他
在家呢，我给你叫去啊。一墨，一墨，有人找你呢。哎，出来了，出来了。可能是记者朋友。爸妈，你们先进去吧。没事儿，你们问吧，问吧。请问你是夏家的亲生女儿吗？这是你亲生父母家吗？你现在和夏家的关系怎么样？听说很恶劣是吗？负面事故是为了公报私仇吗？你和夏家的亲生女儿金圆满关系是什么？是啊。哎，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呀？这是我们家，少在这啰嗦。走走走走走。不是夏赶紧走，赶紧走，别在我们这儿捣乱。快快跟我们聊两句。别采访，我跟你说，我们家这是个太传奇了，这2个女孩能在同一天出生啊！哎，这么巧？别这样啊！哎，这么多人，你给我点面子。给什么面子啊？没看他们在这欺负咱们闺女吗？妈，采访个鬼，给我接着干嘛你？留个电话啊！别问了，别在这问了啊！别问了，你就说一下嘛。哎，跟我说两句吧。我就给你们弄秃了！你这是暴力行为，你个记者身上泼脏水，这是无知粗鲁没文化，我曝光你们！你说谁无知啊？你快等着！等着！来，拍照！哎，我没什么话好说的，你们现在马上走，你们再不走，我就报警了。走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坏人，可以了吧？你们到底有完没完？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有什么资格审判我的家人呢？你们这群混蛋！我是孙准。对不起，我以为是。你有事吗？我想约你出来见个面，就现在。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心情。其实我只是想找你聊聊你妈妈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哦，不，我有时间，我马上过来，一会儿见。一会儿见。高总站说，董事会那边已经有反应，他部署的那些媒体攻势非常有效，已经完成了您的部署。阅读已经乱了。乱？这也叫乱？那只是几个小股东发牢骚而已。夏立阳能摆不平？那这块骨头还是没法啃落，是不是没啃对地方？出版业也算是文化产业，这个骨头虽小，但是肉很新鲜，得慢慢啃。这个高存善出的方法还是不错的，只是缺了一把急火。那您的意思是？这个看戏的也该登台了，你去帮我安排一下，我要见见这个高存善。明白。怎么样？你找到治疗我妈妈眼睛的方案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还好吗？喝点茶吧。谢谢。对不起。没事，我自己来吧。很精彩的故事，不是吗？这个夏以沫真是死有余辜。
我现在来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夏以沫，一个天生的小偷。从一出生开始就偷走了别人的人生。我厚颜无耻，贪恋富贵，离开了那个家，还放不下有钱的爸爸妈妈。这不是你。那什么是我？我原本也以为，你就是这样的千金小姐，为了金钱和地位，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像现在的某些人一样，只会追求那些虚无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可是报纸上，不完全是胡编乱造。高存善说的对，我的骄傲就是害人的武器。你说的那个高存善，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阅读的总监，负责海外版权。他也是圆满的前男友。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和圆满也许到现在都不会认识。你说的那个金圆满，就是和你身份互换，上次带你们来医院见我的那个女孩吗？对。你的身世和夏家的隐私，忽然之间招来这么多媒体的关注，你没有找过原因吗？可能是阅读的风波吧。墨鱼老师的新书前阵子出了严重的出版问题，阅读很自然的就成为媒体攻击的焦点。就算是这样，可他们的目标为什么就定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看这篇文章，言之凿凿，非常详细。这说明写这篇文章的人不但对你很了解，对夏家也深识了解。对呀，这些事情应该只有我家里人知道，但是我家人绝对不会接受那样的采访。除了我家里人之外，谁又知道这些呢？难道是高存善？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什么预感？阅读。阅读怎么了？阅读可能会出大事，而且这件事情很可能跟我爸有关。为什么跟你爸有关？现在你跟我说说，阅读和博库天卷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这个怎么不能跟我讲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现在你爸和我爸在合作，你为什么要怀疑你爸？夏以沫，你现在选择不相信我，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爸。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他？都说他是孙大鳄鱼，就是一只为了吞并别人公司而不择手段的大鳄鱼。也许是我太敏感了，也许这次是真正的合作，不会像以前一样，凭借一张对赌协议就把别人一生的心血全都拿到手。对赌协议？怎么？你爸跟我爸签的就是这种协议吗？李梦，你听我说，你现在一定要找到你爸，问清楚对赌协议里面的细节，然后我们再商量对策。你放心，我一定会阻止我爸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孙先生，选这么高档的地方，您太客气了。今天这酒不怎么样啊，跟老板说一下，换上次那瓶97年的。孙先生，这款1997年的勃艮第才是我的最爱啊！高存善先生，是，我是高存善，之前有幸见过您一面。不好意思，我有点想不起来了。高先生很努力，阅读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孙先生随时可以拿走。是的，
明天在阅读有个董事会，我认为孙先生是时候出现了。我听说你对阅读很感兴趣，我还听说你开口要了阅读10%的股份，是吗？只要能替孙先生分忧，我别无他求。替我分忧？我既非你的父母，亦非你的师长，你凭什么替我分忧？宋柯，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看来孙先生不喜欢拐弯抹角。对，没错，我要阅读10%的股份，并且还有阅读的管理权，这是我为你做事的条件。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可以走。我是不搞砸了。恭喜恭喜，你成功了。可是孙先生什么也没说呀。他什么都不说，就是什么都答应了。你只需要继续做你该做的事，至于该做什么，不用我教你吧。不是，你还是教教我吧，让我学习学习。明天的阅读的董事会上，孙总要亲自演一出逼宫的戏。逼宫？彻底搞乱小股东，万不得已，孙总会逐一击破小股东的防线，以外围围剿夏令阳。这样一来，孙总在侧面算是帮了你的忙了。我懂。花了孙先生的钱拿到阅读，凭什么给我高层上玩是吧？高先生果然聪明。你转告孙先生，我绝对不会让他多花1分钱，我一定会想到更好的办法，让他拿到阅读。老夏，老夏，你看看，你过来看看，你看看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这个我看过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记者对咱们家的事情了解的那么清楚？你说话呀！要我说什么？难道我接受了采访吗？那是谁呀？你知道这对咱们家意味着什么吗？股东们看了会怎么想？你看看啊，夏以沫因为不能接受自己不是夏家的女儿，才故意搞出这种事故。夏以沫，夏以沫，亏我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养了你30年。你在说什么？怎么，我还说不得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偏袒夏以沫？哎呀，老婆，是谁把咱们家的事情传出去的？啊，还没了解清楚。你不要看到几个记者乱写，就把什么责任都扣在以沫头上嘛。哦，我还乱扣责任了？封面的事难道是我弄出来的？真是无理取闹。袁满呢？叫他下来。袁满，袁满。妈，您找我？你爸找你。爸，怎么了？听说前几天你接受采访，这报纸上写的都是你说的吗？不是吧？我没说过，我真的什么都没说过。老夏，你太过分了啊！袁满是咱们的亲生女儿，她没事和记者说那些干什么？要问啊，你去问夏以沫。正因为袁满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才第一个要问她。爸，您别生气，我真的什么都没说过。那些记者七嘴八舌的，我当时被吓坏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跑掉了。不过我觉得以沫应该也不会乱说吧。张姐，快去开门。爸妈，以沫，是不是你跟记者说了咱们的身世啊？怎么了？真的是你啊？是你跟他们说的这些事情？还能有谁？那报纸上写的有鼻子有眼的，不是当事人谁了解的那么清楚？妈，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个女儿，你把阅读搞得一团糟，又当着记者乱说话，你是不是想看着阅读倒闭呀？不是的，妈，报纸我都看过了，我没有接受过这种采访。我也正奇怪呢，怎么会有人知道的这么详细？一墨，这篇报道真的跟你没关系吗？没有。你没接受采访，你的父母可保不齐。你看看这上面是谁？是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没错，他们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可即使这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绝不会和不相干的人乱讲话。就算是他们不小心说漏了什么，可已经见报了。现在追究这些还有意义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在用什么态度和我说话？对不起，妈。好了好了，别吵了。一墨说的对，现在追究责任已经没有意义了，应该是想办法怎么去应对。在你看来，夏以沫什么都对。一墨，你来有事吗？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事已至此，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好，夏家。稍等啊，老夏，周董事电话。喂，我是夏烈阳。明天开董事会再说吧，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周董事怎么说？他要召开紧急会议。一墨，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不，这还不是最坏的，还有更可怕的。你听到什么了？爸，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单独？为什么要单独谈？为什么就不能当着我的面谈？我也是阅读的一份子，圆满也是。夏以沫，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你和阅读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上楼去。什么？你说这件事情跟孙孝腾有关？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我有这样的担心。爸，要是方便的话，你把协议书给我看看吧。协议书是公司的机密，就算是以前，你也没有权利看。可是现在情况很紧急，我只有看了，才能完全的了解协议书，才能知道孙孝腾下一步要怎么做。你就这么自信？这不是自信，这是责任。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对阅读有责任的话，就不应该把墨雨的封面变成寒冷的封面。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阅读的存亡，我要自己来解决。爸，我知道您现在压力很大，但是请您相信，我还是从前的以沫。我真的……你走吧，我累了。爸，再见。什么，大小姐？深夜把我约出来，不会就是为了喝咖啡吧？说吧，有什么吩咐？吩咐？我哪敢呀！我是专门来道谢的。文笔不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还是咱们分手以后你第一次夸我。不行啊，那我收回刚才对你的赞美。我不需要什么赞美，我只需要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怎么追击？我问你：一，你和夏以沫的身世见报，最担心的人是谁？是夏烈阳。为什么？因为股东们会对阅读新的股权分配方案担忧。还有，你现在有多少股份？应该只有夏以沫那5%吧？那你又知不知道要有多少股份才能在股东大会上有决策权呢？别跟我绕圈子，有话直说。好，不久阅读一定会重新做出股份分配。不会吧？不会？那你以为我在忙什么？我跟你不一样，我对夏以沫没兴趣。只要我愿意，我一定能促成这次股份分配。
这是一次机会，你必须要抓住。从现在开始，你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夏以沫的存在。如果你一直抓着你和他的私人恩怨不放，那你永远无法掌握阅读的命运。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帮你赶走夏以沫，而是为了扶你上位。你现在要想办法，把你哥哥还有你叔叔的股份全部掌握到你的手里才行。你要对我家里人下手？不是我，是我们。我还有事，后会有期。亲人们，跟我斗，看你还能扛多久。你看，这怎么回事？我让他们回，完全给他这样，来，给他们看，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冒出2个女儿？您得给我们解释一下呀！哎，解释什么呀？报纸上都写得一清二楚了。哎，这是你做的不地道，都多久了？做董事长居然瞒着我们，也不告知董事会。是啊，你自己得告诉我们。是啊，就是。你这可是严重的违规呀！没错，违规了，我跟你说。哎，好，大家冷静一点，请坐。这是我家的私事，就算多个女儿，也不会影响大家的利益吧？怎么不影响利益？你是阅读的责任人，代表了阅读的一切。你们家出事了，能不牵连阅读吗？是啊，最近的事还不够说明问题吗？造成封面事故失误的是你的女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还是你们家的事儿，对不对？你呢，把我们董事会撇到一边，最后知情的是我们这个人。是啊，我必须提醒李先雷啊，阅读不是你们一家人的，也是我们董事会的。对，你必须向我们负责。对，哎，否则的话，不要坐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了。没错，趁这个机会，我有个提议，阅读啊得重新分配股份。对了，得重新分配股份，没有错，必须重新分配。是不是？荣董事，你好啊！黄董事，你好。你好。郭董事，好久不见，精神越来越好了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董事，对于咱们阅读所做出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就拿荣董事来说吧，7年前那次资金链的危机，要是没有荣董事的话，咱们阅读可能那会儿就已经没有了。还有黄董事，那年黄董事躺在病榻上，打着吊瓶联系经销商的场景，我现在还深深地记在脑子里。还有郭董事，郭董事的2个儿子都在咱们阅读工作，可是从来不为自己的父亲是董事而自满骄傲，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对阅读所做的贡献，我都记在心里。可是现在，就谈阅读股份的重新分配合适吗？咱们阅读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难道大家真希望看到阅读分崩离析吗？现在咱们只有团结起来，一起努力，共度难关，才能够守住阅读。共度难关没问题，但请夏董事长给我们一个解释。请问，你是不是跟博古天传签署一个对赌协议？这是真的吗？是。三总，人都到齐了。看来我来的时间刚刚好啊。老夏，
这样签的协议，那是羊入虎口啊！是不是？这不是呀？是不是？对不对？对。各位，孙董，想必各位对我已经略有耳闻吧？我就是博库天卷的孙孝腾。孙孝腾。在跟你们董事长签署对赌协议的时候，我已经料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孙董，你今天来我们阅读，到底有什么事？我今天来只想提醒大家，如果阅读达不到50%的业绩增长，那我有权收走阅读。当然了。如果在座的各位董事有谁想交出手里的股份，那么这是我的名片，我欢迎大家跟我保持联系。夏连，照我看，你就是出卖阅读的叛徒。这么看来，我们要重新召开董事会，重新分配股权了。对，得分配。不是我说你，你真是上了年纪，脑子糊涂了，怎么能签这种协议呢？是啊。哎，看来我没有法子救你了。为什么一言不发？我真是后悔，嫁给你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我今天已经很累了，也不要再问了。你现在知道累了，早干什么去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你知不知道这种对赌协议是很有风险的？你怎么能拿阅读去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出版业的生态环境，我必须马上着手改变。如果要得到各董事的同意，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我承认，我这次是有点独断独行，可这是现实啊。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坐以待毙也好过被人抢劫。那个孙孝腾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个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好，你问我，我倒要问问你。我一早就说过，不要急着叫圆满回家，等这个事情过了，什么都可以解决。现在呢，你不仅要圆满回家，还赶走以沫。如果没有这件事情，阅读会变成今天这样吗？说到底还变成我的错了。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什么不能回家？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偏袒夏以沫？要不是因为夏以沫惹出乱子，咱们阅读也不会变成这样。你这个态度真令我心寒呐！你就心寒吧，过段时间你还胆寒呢。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无理取闹？我就无理取闹了，怎么了？你真不如不回来。圆满！夏小人，你瞧瞧你这张嘴，说话之前能不能动动大脑？我说的是实话呀。你怎么来了？深夜造访，大小姐这是一时兴起，还是专程来找我叙叙旧情啊？说叙旧情也没错，只不过不是感情的事，是合作的事。
看来你终于下定了决心，很高兴你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我。但我想问问，是什么让你下定了这个决心？我终于明白，谁好都不如自己好。就这么简单？我从来都很简单，反倒是你，你要是拿不出一套聪明的计划来，我随时退出。今天会上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阅读的股份势必要重新分配。那我该怎么办？为了确保最大利益，只有将所有的股份集中起来，在阅读的董事会上才能有发言权。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你能搞到手的股份全部弄到手，最好能跟你爸旗鼓相当。这太难了。我相信，这就算是提前庆祝了。那些董事以前看起来都很好、很和气的，为了个人利益，真是说翻脸就翻脸了。今天博库天卷的孙孝腾到阅读公司来了。什么？孙孝腾？是。他凭什么出席阅读的股东会议？阅读这次该不会真的有事吧？我想以夏总的智慧，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可是我爸已经和博库天卷签署了对赌协议。你知道对赌协议里面的具体内容吗？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昨天我去问了我爸，他说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过问阅读的事情了。难道阅读这次真的过不了这个难关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替你守护阅读，好吗？妈，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晚上给你熬了粥，怕你回来凉了，刚才给你热了热。我听你哥哥说，你晚上没吃饭就出去了。我知道，阅读最近好多的事情都是你在忙，太辛苦了。你等着啊，妈妈给你盛粥去，喝完粥啊，你早点休息。妈，你熬的粥真好喝。妈妈对不起你。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啊？我原来想，你回来以后好好照顾你，好好补偿你过去的苦日子。可我真的没想到咱们家变成这样。只要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就很满足了。你放心吧，妈妈会给你争取更多的。将来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圆满在妈妈的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妈，听说要重新分配股份了。你爸爸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是阅读的股东对你的身份也非常的介意。那就让爸答应股东，重新分配股份吧，不用担心我，也不用考虑我，别让爸太为难了。我真的什么都不要。傻孩子，你爸爸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啊？以沫他都不会忽略，怎么能够不为你考虑呢？您的意思是，这次重新分配股份还有夏以沫的份儿？怎么会这样？咱们家现在弄成这样，都是因为他。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呀，别着急，妈妈一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啊。莫，情况怎么样？我还没有拿到协议，而且我爸也不认为这件事情和你爸有关系。还有，你爸昨天去了阅读，据说是不请自来，出席了股东会议，阅读的股东大吵起来。我爸现在非常的被动。看来这件事情真的跟我爸有关系，而且已经运作了很久了。
那怎么办啊，孙主任？请你告诉我，照眼下的局势，你爸接下来会做什么？我爸肯定会让阅读自乱阵脚。自乱阵脚？如果我爸真的出手了，那阅读大大小小的股东都会产生分歧和内讧。那到时候，你爸的威信和掌控都会出现动摇。还有，就是家庭成员也很重要。什么意思？听说过儿子背叛爸爸，爸爸出卖儿子的故事吗？这个我爸爸最擅长。我不明白，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每一个家庭成员，因为天赋和才华的不同，他所担当的责任和继承的权限就不同。有厚就有薄，有器重，当然就会有冷落。一旦一个家族出现危机的时候，最先被蛊惑甚至收买的，就会是那个受到冷落的人。香茹，怎么了？我担心我哥，他平常就稀里糊涂的。一墨，你一定要好好看住夏家的股份。就算外面的股东再乱，夏家也不能乱。只要夏家不乱，我爸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不行，我得马上走了。你只要告诉你爸，你这么做是为了给夏家争取多一个董事会的名额。放心吧，你爸不会反对把你哥的股份集中到你名下。毕竟，这30年你家亏欠着你的。进来。爸，找我有什么事？爸，阅读这次整个事件，很有可能是孙孝腾在幕后操作。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孙孝腾造成的？很有这个可能。你的失职，墨雨新书的封面，也都是他造成的？我并不是拿孙孝腾当借口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想提醒您提防孙孝腾这个人。您想想看，他为什么会突然闯进阅读，出席董事会议？而他在董事会上那番言论，又会对阅读的股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爸，孙孝腾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的，不是吗？我当然清楚，他只是一个生意人。好，就算他要借这个机会挤进我们阅读，这也是要1年以后的事情。1年以后，您真的认为他会给您1年的时间？这不是他给不给我时间的问题，这是我们签订的协议。爸，您宁愿相信孙孝腾，也不相信我吗？他不会给您时间准备的，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那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孙孝腾已经行动了，还是你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答案？就算我相信，那你要我怎么办？马上跟他打官司吗？要是真的能打官司，那也不算太坏。爸，我只是想提醒您多加小心，特别是我哥。你哥？我怕有人打我哥的主意，动他的股份。外面的股东再怎么不安分，毕竟也只有49%的股份。夏一墨，你还真是积极呀！我现在已经不是阅读的人了，我没有阅读1分1毫的股份，可是我的心永远跟阅读在一起。爸，请您多保重。几个意思啊？干嘛请我喝咖啡啊？妹妹请哥哥喝咖啡怎么了？我想跟你说说话。有什么话家里可以说啊？不对呀，感觉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家里最近不是挺压抑的吗？我就想出来透透气。来吧。谢谢。哥，试一下吧，这里新出的，味道还不错。还行。哥，你知道吗？其实
我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羡慕我？嗯，我有什么好羡慕的？羡慕你们从小就能跟父母一起生活。今天怎么了这是？有点伤感。你没事吧你？哥，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咱家才面临现在这种局面啊？其实吧，你来我们家，我们都挺开心的。是吗？可是咱们爸，男人嘛，他都是慢热型的，我不是啊，我属于特别的细腻。以后有什么事儿，大小事儿，哥罩着你，行吧？谢谢哥。哥，听说股份分配方案是爸亲自写的，而且还会分给夏一墨。不可能，就是因为他家里才变成现在这样，凭什么分给他？分给谁我不在乎，反正在我心里，哥哥就是咱们家未来的天。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给哥哥争取到最多的利益。其实吧，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可争的。再争也轮不到我们说话。你和我就5%的股份，还没有夏星辰多呢。那我把我的5%的股份给你，你应该就可以参加董事会了吧？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样？你什么意思啊？你把你的股份都给我？为什么？因为在我心里，除了哥哥你，没有人有资格继承阅读了。如果我不帮你的话，万一要是重新分配股份，哥哥失败了，那阅读岂不是就变成别人的了？你真的觉得我能继承阅读土城公司？当然了，你是我们家的长子，不是你，难道是夏以沫啊？至于我嘛，我什么都不懂，以后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了，所以继承阅读，除了哥哥你，还能有谁啊？哎呀，圆满，你怎么不早点到家里来啊？我保证啊，如果有一天我继承了阅读图书公司，我一定会记住今天的日子。那这么说，你同意了？盛情难却吧。哎，咱爸能答应吗？你就说是我的意思。虽然这个事情咱们商量好了，可是你想一下，这个事情是为了咱们家好，你以这个股份参加股东大会，就更有发言权了，可以帮到咱爸，咱爸肯定会开心。你觉得呢？有道理啊。择日不如撞日。妈，爸呢？书房呢？妈，圆满，你哥这是怎么了？竟然去找你爸了？往常可是能躲就躲的。他呀，要替爸分忧了。是吗？爸，有事吗？我是来跟你做检讨的。检讨？我以前确实有点吊儿郎当，让你失望了。最近阅读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努力一点，替阅读分担一些事情？你能够觉悟当然很好。虽然之前呢，我对你是有点失望，可是我了解你，你的心地善良醇厚，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爸，你还把我当成儿子是吧？我想清楚了，现在阅读是非常时期，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和爸一块儿守护阅读。那你想怎么守护？爸，圆满已经答应把股份转让给我，要是把叔叔的股份也转让给我的话，我就可以出席董事会啊！到时候投票的时候，我们家就多了一个人投票，这样对我们……说什么？我想进董事会啊！你给我闭嘴！我真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在为自己打算盘。我原先以为你只是贪玩，
没想到你这个人，居然巧取豪夺，连自己的亲妹妹跟叔叔你也敢下手！爸，我给真不是这个意思。出去！哎呦，爸，我。 怎么了？啊？怎么了？疼死我了！我怎么了？我怎么做什么事都会被我爸骂？怎么还受伤了？你看，怎么回事？被我爸打的，打死我算了！你这个臭小子，你还说？马上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你。行，我走，我现在就走，行了吗？不许拦他！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都是你的好儿子。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他要我把圆满跟夏星辰的股份全给他。不会吧，好端端的。他说在股东会上，咱们家多一个人好说话，明摆着这是趁火打劫嘛。哎呦，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疯了？老夏，你也别生气了，说不定相如啊，真的是为咱们家里着急呢。 这孩子说话做事都是不过脑子的，不过脑子，这是没脑子的人说的话吗？啊！我说你啊，你就没有真正了解过你儿子，老是袒护他。你看看你，怎么又说到我了？哥，你别喝了。 回家，我给你解释。回来，你别去，你现在去的话，爸一定说是我逼你的。你是他儿子，他怎么可以一点都不顾及你的感受呢？只有你才把我当成是夏家的儿子，从小就说我是笨蛋，时间长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笨蛋。我学习比不上夏一墨，我脑子没有夏一墨转得快。 你说我连打篮球都打不过夏一墨，我这叫德智体美劳全面落后。好了，哥，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别让他来折磨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反正在我心里，哥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你只要是把我当成你哥，今天咱俩喝个痛快。 爸妈还在睡觉呢。我就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个不争气的儿子。嘘，我给你拿毛巾去啊，你小点声。之前我们音乐呢？怎么没有音乐？给我来音乐！妈妈桑，妈妈桑，给我找小姐。哥，好了好了好了。 给我找个最好看的。坐下。妈妈，喝这么多干嘛呀？怎么了？啊，哥心情不好，喝多了。没出息的，把毛巾给我，给你哥哥弄点醒酒汤去。哦。你看看你，怎么喝成这样啊？怎么喝那么多？妈妈桑，妈妈桑，干嘛？妈妈桑。小姐，你年龄太大了，对不起，给我找个年轻人啊，找个年轻人。看清楚点，我是你妈，你给我进来！你在这打我，你干嘛打人呢？我报警了！打的就是你，怎么报警打人呢？夏香如，谁在叫我名字？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哟，你是我爸。 你怎么在这儿？我喝再多，
我也知道你是我爸。你知道我有多怕你吗？我多么想当一个争气的儿子，但是我不可能。你放弃我吧！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不反省自己的错误。我没错，我真没错。以沫没说错，在这个家里，最容易被人收买的就是你。什么？这话是以沫说的？他凭什么那么说我儿子？凭什么？就凭你儿子这副德行。我什么德行？你在外边是不是跟孙孝腾有来往？你不是觉得你的股份卖给他还不够吗？还要连你妹妹、你叔叔的都卖掉吗？股份？什么股份？夏以沫诬陷我卖股份是吧？你就这么相信夏以沫啊？那你为什么赶他走啊？你把他留下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这一家的人都比不上你夏以沫的撒娇？你这么不喜欢你自己生的孩子，我不姓夏了，行了吧？说什么？我不姓夏了！再说一遍，我不姓夏了！是大逆不道！哎，爸，老夏，老夏，干什么呀？爸，你打我，打我！你少说两下！爸，你打袁满，是不是我跟袁满两个人都比不上一个夏以沫？哥，你少说两句。我说的是实话。走，回房间去。走啊！走。嘘。哎呀，好了，别说了，哥。又是夏以沫，你这个女儿可真有本事啊！就算不出面，都弄到我们家里鸡犬不宁。我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不是被打就是被骂，我可真失败。哥，这种时候跟爸斗什么嘴啊？爸也真是的，看您醉成这样，他一点都不心疼。心疼这两个字根本就不属于我，我看透这个家了。你还羡慕我吗？哥，别说这种话，我心疼你。嗯。哎，你要去哪儿？看见没有？你的了。哥，这什么意思啊？我这一辈子也得不到老爸的认可了，但是你可以啊。我把他给了你，你就有话语权，只有你才能救咱们家。不行，我什么都不懂。不懂可以学嘛，总比我这不被信任好。你不要是吧？我送给别人。哎，不行。哥。转赠生命，今天生效。哥，你喝多了。我没喝多，我比哪天都清醒。圆满，拿着，拿着。走吧走吧，我得睡觉了，我睡觉。走吧走吧啊，我得睡了。哥，再见。
哥已经睡了，小叔，你早点休息吧。妈，夏以沫，我今天来就和你说3句话。第一句，不要再叫我妈；第二，不要踏进我们夏家半步；第三，我们夏家阅读公司是死是活和你没有关系，请你不要再插手。你听明白了吗？妈，你怎么了？你怎么跟我说这些啊？你别再叫我妈，我听见你叫我妈，我都毛骨悚然。夏家妈妈，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就算以沫她不是你的亲女儿，你也养了她30年了，她不该叫你妈吗？你问问她，手鼠两端，挖空心思。我们家的阅读公司让你搞得一团糟，你一点悔改都没有，还挑拨相如和他爸爸之间的关系，你太可怕，你也太可怜了吧！就算你用尽你全部的手段，你也不是我们夏家的女儿。就算我们家老夏被你再迷惑，有我在，你也休想得逞。你怎么说话这么猖狂啊你？妈，你们家有个图书公司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们家以沫就不会再踏进你们家一步。你给我走，你别在这撒野。走。好，别说了做不到，让我小瞧你们。妈！哎呀，这什么妈呀！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想打他的心都有。哎呀，气死我了！妈，你消消气。以沫呀，你长点骨头行吗？你没事你跑他们家干什么呀？不是的，妈，你别误会，你别这样说我。行，我们金家穷，我们金家没本事，可我们有脸皮，你知道吗？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许再管他们家的事儿。你要是做不到，就别再叫我妈了。妈，现在阅读公司是真的有麻烦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们夏家是死是活，不关咱们的事儿。以沫，答应我，以后不再去他们家了，答应我，答应我。妈，你怎么了？妈，你坐。妈，你眼睛没事吧？走开！妈，没你这个没脸没皮的丫头，走开！我答应你，以后我再也不见夏家的人了。妈，圆满，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只是切开了一些老伤口吧。没有手腕的手腕，那才叫厉害。滴水不漏，不落人口实。圆满，你真的是我认识的女孩当中最聪明的。以前我还不觉得，但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其实咱们俩就是天生一对儿。你觉得呢？单我已经买了，我再也不会是你的投资对象了。咱们以后只能是合伙人。喂，你好，孙总。好，我马上到，我马上到。
董事长，阅读的大小股东我都见过，他们怎么说？这个价，胃口不小啊。都说搞文化的人高雅，我看啊，越有文化，越贪心。其实这个价钱跟以前的比起来，算是低的了。那要看什么行业了。如果我这个价格出手的话，传出去，我就不是孙大鳄，我是孙大头。难道您真的要打官司？董事长，就算是要打官司，也得等到1年以后。您还约人了？那就要看这个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我那瓶97年的勃艮第，不是白让他喝的。好，那是。好球，很准时嘛。我就喜欢有时间观念的人。孙总今天心情不错啊。如果你能让我心情更好一点的话，这套球杆我就送给你了。我知道您一直在想办法给夏烈阳施压，让他在阅读的转让书上签字，但据我所知，他绝不会签字。这就是你今天带给我的消息？当然不是。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够绕开夏烈阳，让您拿到阅读。哦，怎么个绕法？简单来说2个字：傀儡。有意思，接着说。股东那边您继续努力，让他们对阅读彻底失去信心，给夏烈阳施压，而我为您物色了一个全新的夏烈阳。全新的夏烈阳，也就是一个足够代替夏烈阳的新的阅读大股东。换句话说，是一个完全由我操控的傀儡股东。完全由你操控的？他是谁啊？这个人当然来自夏家内部了。他不会是夏烈阳那个可爱的儿子吧？夏香如根本就没资格当傀儡。这个人就是我掌握的夏烈阳的弱点，绝对的弱点。而且，现在他已经启动了。好球，就差一杆就进洞了。这套球杆是你的了，好好玩吧，我可就等你和你傀儡的好消息了。高考差1分也是差。这怎么卖啊？2块。哎，要不然我给你便宜点儿。妈。怎么了？这是？蒙谁呀你？这么做生意，你晚上能睡得着觉吗？春天大婶儿，几天不见，您成梁山好汉了。哎，这丫头是个愣头青，我这不是谁愣头青啊？她是我闺女。真是的，哼，蒙谁你也不能蒙到我们家吧你？不好意思，全倒出来。不好意思啊，彤姐。都到了，这茄子，你说你这茄子，重来，重来。我重来。春天大婶儿，都照您这么挑挑拣拣的，
我这生意真没法做了。哎呦，你知道我是开饭馆的吧？你说这给人家做饭，材料不行，那行吗？你说我这菜要不好好挑，我怎么给人客人做饭吃啊？你说你卖不卖吧？你说呀。卖，您挑，这不您慢慢挑啊，挑吧。妈，您真厉害，小门小户的就得这么过日子。是，妈您说的都对，我听您的。来看妈怎么挑，你学着点儿。行，这是蒜吧？你看，这样它就新鲜。哎，妈，写字呢。您看，这就对了。你有学问，你聪明，你呀好好这么一准备，你肯定能找到比原来还好的工作。我才不找工作呢！啊，你就想在家这么待着？难不成你还想继承你妈的餐馆啊？我是粗人，你是文化人，你可不能这么没出息啊！妈，您说我像您怎么了？我继承饭馆怎么了？我要是干饭馆，那干得比谁都好。你会做菜啊？你给我去做一个看看，看谁爱吃啊？妈，这不是只有厨子才能办好饭馆的，开餐馆就得会做饭。您呐，您这都是过去的观念了。我准备开一个网上餐厅。哎呀，我看不懂。那个网上还能开餐厅啊？就是在 Internet 上开一个餐馆。哎呀妈呀，还阴着来！你这明着来还不行呢，还阴着来，你这孩子想什么呢你？妈，你也太逗了！我不跟您说了，我还得出去呢。这个您帮我把东西收好，我一会儿回来再弄啊。行。妈，你太逗了。这要阴着来，真是。以沫。我回到金饭碗的这段时间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吗？茄子是3块2一斤，土豆呢是1块6一斤，再算上柴米油盐酱醋配料什么的，做一盘地3鲜的成本大概是2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人工、房租、水电，那么这个成本就翻了1倍了。所以关键最重要的呢就是客流量。看来做了一番研究嘛。是的。怎么？要开店？我不告诉你。给你们吃的啊，给你们肥料，你要好好的给我成长。妈，跟谁说话呢？哎呀，跟花儿嘛，给他们这个煤渣就长得快。阿姨好。哎呀，你好。哎呀，这是何岸呢？我们在阅读公司上次见过的。啊，想起来了，以沫的领导何领导。阿姨，您别叫我领导，真的，我太不习惯了，您叫我何岸就好。我跟以沫是好朋友。朋友。来，给你们吃的啊，给你们肥料，你要好好的，快点给我长。妈，跟谁说话呢？哎呀，跟花儿嘛，给他们这个煤渣就长得快。阿姨好。哎呀，你好。哎呀，这是何岸呢？我们在阅读公司上次见过的。啊，想起来了，以沫的领导何领导。妈，现在领导要过来吃饭。哦，还没吃饭啊？以沫，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呢？你说有贵客，那得准备呀。没事的，妈，你就甭把他当贵客就行了。哎呦，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何领导别介意啊。哎，阿姨，别叫我何领导，我真的太不习惯了，叫我何岸就好了。我跟以沫是好朋友。朋友？对。哎呀，那赶紧进去啊，在这儿说什么话？快进去吧，走吧。好。走吧。哎，朋友。男朋友啊？什么呀，妈？
尝。这是你做的？对啊，很简单的拍黄瓜。可不是我说话不算数啊！本来我是要亲自给你做道菜的，可我妈非要给你做她的拿手菜。是你不行吧？不行，我什么都行。一墨，你知道吗？阅读现在，我妈呀，要给你做最地道的陕北菜。哦，夏总他，你能吃辣吗？哎，你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们家小饭馆啊。哦，还行。我告诉你，还行？不行。我们家现在这样怎么行啊？客流量这么少，成本却不减少，难怪我们家以前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你的意思是2个字，网络。网上餐厅？聪明啊你！不仅仅是网上餐厅，还有网上的买菜一条龙，可谓是足不出户就把饭馆开起来了。是啊，听上去是不错，但是你要真的做起来可不简单。要是简单的话，还要我夏以沫干嘛？最近呢，我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调查，到时候啊，我弄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方案来，吓你一跳。哎，你真的准备接手这个餐馆啊？那阅读呢？你真的不打算再当编辑了？我妈说的对，她说我很傻，我到现在才知道，我真的是很傻。既然我已经离开阅读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始新的生活呢？服务员算账。哦，来了，你先吃。一共是80块。好，下次再来啊。好的，好的，慢走。啊，来了来了。哎，阿姨。以沫，快过来吃吧。哦，来了。哎，阿姨，你也坐啊。哎，我不要，我不要，哎，没事我没事，吃过了啊。啊，行。哇，好香啊！这是我们家乡的菜，你尝尝。啊，是吗？看合不合口味啊？试一下啊。来，尝尝这个。真的好好吃。我妈妈是厨神，还厨神呢，厨娘吧？哎，你要不要吃点我们自己做的那个油泼辣子？哎，香得很。要，你一定要尝尝我妈做的油泼辣子，超棒的。是吗？啊，想吃吗？那阿姨麻烦您了。去拿去吧。我正吃着呢。那你还让妈去啊？就在厨房呢，在下面那个格子里头，快去，去吧，去吧。遵命。哎，你跟我们家以沫是不是很要好啊？是，以沫工作很努力。哎呀，怎么老说工作呀？以沫呀，她工作是很能干，可她是个傻姑娘，她很多方面嘛，她不开窍。你主动点儿。好。哎，你们家是做什么的呀？几口人呐？我家就我跟我妈2个人。那你带我们家以沫见过你妈吗？你妈喜欢我们家以沫吗？阿姨，我先回去了，别送我了啊，再见。哎，圆满，你怎么在？哦，我陪阿姨吃饭，准备回去了。本来在你生日那天想正式介绍你们认识的，但是你迟到了，现在介绍也不晚。妈，我跟圆满认识，他是我同事。不过现在我是将圆满作为我喜欢的人介绍给你的，不是以你同事的身份。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喜欢他，接受他。您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很明白。没关系的，阿姨，我和何老师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希望还能够更好。啊，天不早了，圆满一个人回家也不安全。何爱，你去送送他。啊，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走吧，我送你。走了。阿姨再见。圆满。啊？何老师，怎么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让你知道。我妈妈这个人向来喜欢发号施令、强人所难。我真心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免得我妈会忍不住控制你、绑住你。何老师，我能跟你实话实说吗？当然。你妈妈想要我做你的女朋友，所以
除非是你不喜欢我、不接受我，否则我是不会放弃的。圆满，我可不可以也跟你说实话？当然。对不起，我对你从来没有其他想法。我想，我和你之间是不可能的。难道你对我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吗？那为什么我能感觉到你是喜欢我的？因为你总是关心我、鼓励我。圆满，如果我之前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误会的话，今天在这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坦率地拒绝你，一定会让你很难过。可是你想想，如果我不对你坦诚，反倒给你希望，这样更加残忍。你不了解我跟我妈之间的情况，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可是，我不介意。好了，圆满，上车吧。何老师，已经很晚了，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来。妈，你看，哟，这是出什么大事儿了？啊，以沫，你这是又卖什么关子呢？你那个英德来弄好了？妈，这次就不是英德来了，这次啊是明着来了，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是吗？姥姥，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什么日子啊？金饭碗开业纪念日啊！妈，16年了，您不记得了？哎呀，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这小门小户的小生意，不搞庆祝什么的。妈，您这话不能这么说。16年前你要不开这饭店啊，那我们一家子没准早回老家了。再说了，元宝也说了，说饭店就是我们的家，在这儿才能快快乐乐过日子呢，对不对？对啊，妈，我从懂事起就在这里吃，在这里住，金饭碗就是咱们家。多亏了您，咱们才能在这里安家。所以每年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对，这话我爱听。来，妈，妈，这是给您的。哟，怎么还有礼物啊？健康工作还没有着落呢，怎么瞎花钱呢？我们尽份孝心嘛，您拿着吧。没事，妈，我好好找工作，肯定好好干。没事，您打开看看。看喜不喜欢？来，你比一下，这是不是太艳了呀？妈一点都不艳，您就该穿年轻点儿。哎呀，您看看你就把我打扮成个妖精了。没有。我的呢？你什么呀？你有衣服，我也应该有礼物。对呀。我爸的呢？这金饭碗也有我的功劳。对呀，你爸的呢？您的功劳就是带一帮不相干的人白吃白喝。你懂什么呀？我这叫宣传，为了金饭碗开人气。是。妈，这是我送您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护腰，您不是腰不好吗？有了这个以后啊，就轻松多了。现在还不能赚钱，不能送您贵重的东西。等我以后赚了钱，一定送您一座金山。袁美长大了，妈。是啊，这袁美呀，越来越懂事儿了。袁美，你就听妈的话，那以后要好好学习，别成天在外面转悠，那比给妈金山银山都要好。好啦，知道了，妈。女儿多了就是好，这礼物总有一款适合我。来帮帮我。爸，您别带不了。这太小了，这个。啊，算了。当初进城的时候啊，就想有个金饭碗呐，不管啥时候啊，不愁吃不愁喝。可到底什么是金饭碗？我现在呀，算是活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吃的一起吃，有难呢就一起扛，这样，你手里不管捧的是什么饭碗，那都是金饭碗，对吧？对。我今天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妈，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了一份礼物。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以沫。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另外的家人，所以很抱歉，
在我以前的30年里面，我没有很想大家。从小，我的学习成绩就很好，我的运动细胞也是超强的，我的身体一向特别好，从来都不会生病。所以，请妈妈你不要特别担心我，让我像姐姐、妹妹一样，帮您分担家务。当然了，有一段青春期，我也很迷茫、很困惑，直到有一天，我夏家的爸爸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就是书籍，最好的出版社就是法国的午夜出版社。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方向。夏一木，你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如此炫耀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知道我真正的家人另有其人之后，我没有办法马上转身。我知道，因为这个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你们，但是现在，我终于回家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过去的30年里面，我过得很好，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里，我一定会过得更好，请大家相信我。最后，对不起，我回来的太晚了。还有更重要的，今天是我们金饭碗成立16周年，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全世界宣布。这怎么又全世界了？世界怎么会关心咱们金饭碗呢？不是有句话吗？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所以啊，只要我们自己关心，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关心的。那你跟我们说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呀，准备创办一个网站，在网上卖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当然了，主推的是咱妈拿手的陕西菜，你们说好不好？好。这个在网上开店呢，客流量提升了很多，成本却减半了。咱们家人口多，力量大，干嘛不利用起来呢？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个也挺靠谱的，咱得与时俱进，这才能往前走呢，是吧？姐夫说的太好了。哎，妈，您觉得怎么样？我哪儿懂啊？哎，何爱，你见过世面，你说呢？那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如果网上餐厅这个事情真的能够落实的话，金饭碗这个实体店能够慢慢的缩小，这样呢，能够大大减少这个成本跟开支。我听着是挺好的，可具体怎么做呀？我有点发懵啊。您放心吧，这些我都想好了。进货和销售渠道就交给我们家仅有的2位男子汉，爸和姐夫来做。你们呐，先去摸摸行情，等基础打好了呢，姐姐和姐夫就负责辛苦一下送货了。然后我们的小明星袁美，年轻漂亮，形象好，就负责做我们这个网站的形象代言人，保证啊能吸引很多客户来，对不对？这个我义不容辞。那我呢，就负责阴得来的网上设计。为什么你总在我面前活得那么骄傲？无论我怎么努力，所有人的目光还是都投向我，包括何安。就在今天，我们的金饭碗外卖网就正式成立了。好。这新鲜绿色是不错啊，不过不够给力，如果能再加上便宜就好了。爸，便宜不好。便宜不好，那难不成贵了才好？我们不能保证我们金饭碗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们能保证金饭碗所卖的东西是最方便、最新鲜、最快捷的。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消费者是只图便宜的，能够请人把蔬菜送到自己家的，这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呢？他肯定是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消费者。大家说对不对啊？太好了，一墨说的真对呀！哎呀，好啊好啊！夏一木，你告诉我，我怎么才能不讨厌你？深呼吸，吸。怎么样？没什么大毛病吧？还算是正常。传真过来了。没想到这个高存善对女人确实有足够的吸引力。
听说高存善和夏丽阳的女儿谈过恋爱。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让高存善抓紧了，把他那个傀儡战术啊，赶紧落实了。好的。还有什么事儿吗？哦，我想今天留在这儿吃顿饭。那倒是很新鲜啊。如果您没时间，那我先告辞了。坐下，我去换件衣服，一会儿就过来。来杯咖啡。啊，好。哎，你还没告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办网站的想法？也许是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吧。是吗？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巷子里的小饭馆，通常是一家人经营的，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妈妈和一个只会喝酒打混的爸爸，几个儿女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以前勉强还可以养家糊口，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了。我想，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一定要给他们带来幸福。也许我真的就是那个能给他们带来点什么的人呢。我相信你可以。不过也有可能是从我第一天进入阅读的时候开始。阅读？我刚刚进入阅读公司的时候，正是整个出版行业生态恶化的时候。你看，我总是不合时宜地爱上某种东西，当我爱上它的时候，它就要消失了。你是指书籍？好吧，我只是指书籍。纸质书籍终有一天会告别历史的舞台，而以后人类唯一离不开的一样东西就是网络。确实是。怀着告别的心情，离开我深爱的行业，这种感觉比我不得不怀着爱离开我深爱的人更难过。可是你想想，现在正是阅读最艰难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撒手不管，你忍心吗？也许我不插手对阅读更好，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想守着阅读，反倒让我阅读的爸爸、夏家的妈妈更难过。我想是时候从夏家赋予我的梦想中撤出了。我看啊，你是不可能从你夏家的梦想中撤出的。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网络餐厅、网络读物推广，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一点联系吗？据我所知，夏总未来最大的野心就是重点拓展网络读物推广，就像他15年前成立阅读图书公司一样。对啊，我可以办一个金饭碗图书公司，对吧？金饭碗，这个不行，就是嘛，这个不行，我再帮你想一个名字。金饭碗，要不叫金色夏天。金色夏天。哎，你好好想想，可以吧？哎，你还记得你为我抓的萤火虫吗？记得。那个装萤火虫的 Real 瓶，我到现在还留着。
置我于死地。孙先生，这个是你的杰作吗？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样做是违背合约，你知道吗？合约？咱们的什么合约啊？咱们签的是对赌协议。夏总，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可是你没有控制住局面。我现在明白了，你迟迟不打款，就是为了要等今天。你从一开始就打着阅读的主意。赌博嘛，谁不想赢啊？是你太天真了。想必你在跟我对赌的时候，心里也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光有自信是不够的，要懂得愿赌服输啊。夏总，就算是赌博，最后清算的日子，你是要到年底呀。你不要忘了，我可是投资人，我有权利随时对你的业绩进行调查。据我估算，你今年的损失不会低于10%，谈何增长50%？夏总，我可没有时间陪你们了。就算是这样，也应该按照我们约好的时间去做最后的核算，还有整整8个月呢。到时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希望你能够遵守合约，阅读不会令你失望的。8个月，我孙小腾最讨厌的就是等待。合约上有一条，一旦阅读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我为了保护我的投资利益，我可以提前约束阅读。夏总，我已经给你留有很多余地了。如果你不懂得领情的话，咱们法庭上见。不能法庭见。为什么？照这样下去，只有司法介入才能给阅读一线生机啊！难道你真的让我爸把阅读拱手让人？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爸以前签的一份对赌协议，我想应该跟阅读的差不多吧。合约的有效期是1年。对啊，我爸是跟我说过，未来的1年很重要。这个徐军祥又是谁啊？这个你先别问，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军祥公司跟我爸打了官司，输了。不仅公司没有保住，而且怎么样？而且公司宣布破产，股东的所有投入都付诸东流，股权数也成了一纸空文。我爸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他一定不会动用媒体。这是在逼你爸，让你爸乱了阵脚，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阅读。你爸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就是他的人生信条吧。他一定会赢吗？我没有见过他输。那怎么办？阅读倾注了我爸全部的心血。现在要救阅读，只有跟我爸正面交锋。我拿什么宣战？我现在想管也管不了啊！我和阅读没有关系。你要放弃？我根本就没有资格管阅读，何谈放弃？谢谢你，孙准。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但是我必须得走。夏雨墨，这个时候放弃，阅读就真的保不住了。你现在是唯一能救阅读的人。阅读图书公司是我一生的心血。我们阅读不知不觉的已经成立15年了。一墨，你是爸爸最看重的女儿，也是最看重的员工。如果有一天我干不动了，一定要托付给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我心里，唯一有能力能够继承阅读公司的，只有夏雨墨。我以阅读的创始人、董事长恳请你留下，
跟我一起面对将会到来的局面。对，我是唯一能救阅读的人。孙春，你告诉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看到我爸那儿有一份股权转让书，是夏香茹转赠给金元满的。香茹？怎么会这样？曾经也有过相似的案例，我爸就是用这种手段，让一家原本强势的公司内部发生了分裂，到最后低价的收购了那家公司。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爸，千万不要让阅读重蹈覆辙，成为他的下一个猎物。记得你以前问过我爸到底是不是一个坏人？我想，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就是这样，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只有胜利。他把自己比作上帝，而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恶魔。哦，对了，上次你提到一个叫高存善的人，他是金元满的前男友，对吗？对。我听我爸提起过，你最好小心点。为什么？因为这份股权转让书传真上发件人就是他。这不可能吧？你这个意思是，高存善和你父亲？高存善这个人是很滑头，但是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钱的邪恶使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你不是说有办法让阅读成为我的吗？为什么会是博库天卷的？急什么？这是战术。商场上的事情很复杂，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博库天卷也是阅读的股东之一，他们这么做只是在博弈，跟你没关系。我不喜欢这种最后才知道的感觉。放心吧，你现在只要把你妈的股份弄到你手里，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就怕到时候一切都变得不简单。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怎么会呢？你想哪儿去了？现在让阅读陷入危机的是你爸陈旧的思想和观念，可是你不一样，对吧？高存善现在很有可能在调霸总事，也许他是个商业间谍。圆满，我要和你谈谈。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跟我去一个地方。去哪？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吧。为什么来这里？这对你来说有很深刻的记忆吧？对我也同样深刻。你到底什么意思？在那边的爱情树旁，你给高存善下过跪；在这边卵石湖水旁，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你没忘吧？我的孩子是怎么失去的？你夏以沫比谁都清楚。我今天带你来不是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想让你离高存善远一点。他是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他是什么人，你也不糊涂啊！我跟他是近是远，跟你无关。圆满，你先别激动。我不知道你现在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但你真的不能再相信他了。我已经很冷静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活到现在。你什么意思？你明知道这里是我的伤心地，你还把我带到这里来？你为什么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我今天带你来这儿是想要提醒你，你绝对不能再相信这个人了。很抱歉，我不需要你的提醒。高存善现在是商业间谍。你说什么？他是商业间谍。你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当商业间谍？爸爸考虑到未来不久可能会爆发的纸媒体出版危机，一心想尽快的让阅读往电子出版转型，于是和博库天卷签署了对赌协议。可是，这跟高存善有什么关系啊？
难道他是博库天卷的人？具体他是以什么身份和博库天卷合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帮孙孝腾做事。圆满，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拿走了香炉的股份？那是我哥主动给我的。那这是高存善的主意吗？圆满，阅读现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彻底失去它。你现在必须如实立刻的回答我。高存善说，只要把我的股份和我哥的股份集合在一起，才能在董事会上有发言权。就算是以后重新分配股份，也对我比较有利。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间谍，可是他为什么要给我出主意呢？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起码，他现在能够分化夏家的势力，他应该对你有某种自信，自信能够完全的掌握你。那你拿到哥的股份之后呢？他又有什么建议？好像没什么别的。哦，对了，他提过让我把星辰的股份拿到手，还有我妈的股份。看来孙准说的没错。孙准？孙博士吗？对，他是孙孝腾的儿子。什么？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但是圆满，不管我们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们必须放下所有的成见，一起守护阅读。现在阅读好好的，干嘛要守护？夏以沫，你又在打什么算盘？算盘？我唯一的算盘就是不想看着我爸辛辛苦苦努力一辈子的阅读公司被人轻松的抢走。哼，说的你好像多伟大似的。你现在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夏以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你能干，你了不起。你要保护阅读，你去啊！你干嘛来跟我说？我告诉你，阅读是我们夏家，你不要以为你在我这里套出了什么话，你就可以冤枉我和高存善一样是什么间谍。你怎么还是这样想？对不起，我对你没有办法做到100%的信任。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相信，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联手，才能给阅读带来转机。圆满，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相信你？让我相信你，除非你把我从这里偷走的30年的人生还给我。还？你让我怎么还？你现在还为这件事情介怀吗？那是我的错吗？那是谁的错？是命运吗？我就活该一辈子生活在你的阴影下吗？我不，我绝不！就算是阅读倒闭，我也绝对不会相信你的。爸爸和博库天卷签署了对赌协议，在这份协议里，阅读承诺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以获得博库天卷大笔的投资，否则博库天卷就接手阅读。但是没想到，博库天卷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花1分钱拿走阅读。我对人没有爱，没有恨。如果我是你，只要能得到阅读，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和夏以沫的身世见报，最担心的人是谁？是夏明。因为股东们会对阅读新的股权分配方案担忧，只要我愿意，我一定能促成这次股份分配。你要成为阅读的掌门人，否则我做任何都没有意义。圆满，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好，我承认，我一直在装伟大、装好人。我承认，你失去的那个孩子不是意外，是我故意的。我承认，你的前男友高存善也是我故意去勾引的。我就是坏坯子，我就是个狐狸精。我真心向你道歉，我祈求你的原谅。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他总是那么骄傲，如今竟然在我面前认错。难道高存善真的是商业间谍？如果你真要我相信你的诚意，就离开河岸。河岸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爱河岸，我就要得到河岸。你能离开他吗？你要是答应离开河岸，我就相信你刚才说的一切。
你不是说过阅读是你的理想，无论怎么样你都不会离开的吗？以前那个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找到解决方法的夏以沫，到哪去了？以前那个不管怎么样都不会低头、都不会认错的夏以沫到哪去了？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人。因为在我心里面，夏以沫的心非常非常大，他一定能够保持最敏锐的判断力，成为中国最出色、最成功的出版人。今年对我来说，对阅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我请求你放下你的自尊心，我请求你留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我把阅读当成自己的儿子，怎么忍心看着他受伤或者夭折呢？就算向100个人道歉，只有1个人接受你，我也会去做。以沫，从前是我的女儿，现在也是我的女儿，将来也不会改变。不管发生什么事，爸爸都在这里。喂，我答应你，离开河岸。你换个造型，换个动作，哎，动作大一点啊！好，不错不错。何大哥，你可要把我拍漂亮点。没问题，你可以再这是我的广告处女秀哦。 3、2， OK。我们换个地方拍吧。爸，姐夫，你们换个地方玩，我要拍院子。下棋呢，没看见。姐夫，真拿自己当明星了。给他挪，拍，照。爸，你看您像个大马猴似的。哎，阿姨，要不我帮您拍一张吧？哎呀，我这模样拍什么呀？你就给袁美拍吧。以沫说了，我们家袁美啊，是我们家店的那个带包颜。带包颜？啊，什么带包颜还带围巾？怎么了？代言人。无敌美少女代言人。来，宇宙无敌美少女带包颜。要不这样吧，咱们拍一张大合照。全家福。来，咱家正经来张全家福。哎，来准备啊！不行，以沫还没回来呢，怎么照全家福啊？以沫去哪儿了？哎，谁知道啊？他说了今天拍照的，然后自己先跑了。别管他，我们先拍吧。等以沫回来再拍，好吧？对，我们先拍。好，来，我们拍吧。哎，站好了啊！预备起，1、2、3，茄子。OK。来，这么快就出来了啊！不错吧？哎呦，真好。你现在还是要和高存善密切的保持联系，一方面探听他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你找到合适的机会，想办法策反他，让他站到我们这边来。策反？你说的倒轻巧，怎么策反？他的那个主子可是孙孝腾，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了。反正不管高存善跟你说什么，你都先应下来，先稳住他，但你不要轻易相信他了。孙孝腾那边，我会看着办的。你去对付那个老狐狸，我会向孙准多去打听打听他。狐狸再狡猾，也是有破绽的。孙准可靠吗？他的父亲毕竟是孙孝腾，你别被他骗了。感觉上应该不会，实际上最初提醒我让我小心高存善的就是孙准，所以我自己会看着办的。你别忘了，河岸是我的。我没忘，我说过的话不会反悔的。那么，合作愉快。为了阅读，加油！
为咱们家网站的代言人了。你看，100分150 PS 大美女好吗？可以呀，这个。你怎么没羞没臊呀？真厉害啊！你说电脑上还能开饭馆啊？这是高科技，你不懂，我们现代人才懂。阿姨，这是互联网，只要把咱们这个照片上传上去，然后再编辑成网站，就有很多人都能看到了。哦，是这样的，那就很多人也能看到我闺女了，那她不就成明星了吗？快了，加油啊，加油！哎，这，你给我看，我就看。哎，二姐回来了，二姐快来看，咱们家的网站正式营业了。妈，以沫，你不是说要回来拍照吗？你怎么才回来呀？就是。你看，把小何今天忙了一天。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编辑部最近很闲吗？没有啊，我不是答应过你要过来帮忙的吗？我觉得现在你更应该待在编辑部。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要替我好好守护阅读。我知道，我也正准备回去呢。那我现在就回去了。叔叔阿姨。啊！我编辑部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了。哎，那怎么行呢？一沫，你怎么不留人家呀？人家小何可是辛苦了一天，吃完饭再走啊。他还有事儿，让他先去忙吧。那我先回去了，下次见。常来啊！谢谢啊。拜拜。一沫，你怎么回事？谁惹你着？你让人走干嘛呀？哎，妈爸啊，今天呢，我们金饭碗的网上餐厅就正式营业了。以后啊，这个网站的维护工作就交给我们大明星袁美了。放心吧，二姐，我会每天更新我的照片的。哎，其他情况怎么样啊？其他情况我来汇报一下。这2天呢，我跟爸一直在找合适的供应商，找的已经差不多了，谈的也非常的好，蔬菜是绝对新鲜，价格也是非常便宜。而且这2天呢，我一直在这个印小广告，有时间的时候我去隔壁的小区去发一发，我保证发完以后咱的销量蹭往上涨。不乱给小广告发啊，放心放心。反正啊，今后店里就交给大家了。最近我有些事情特别忙，就拜托大家了。说啥呢？这不自己家的事儿吗？应该的呀。对呀。放心吧，二姐，网站要是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何大哥呢。他说啊，他是咱们家金饭碗的技术总监。是啊，小何啊，今天辛苦一天了，咱们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明天请他来吃饭，行吧？妈，我今天真的特别累，我想早点进去休息了。这件事儿我们改天再说呗。行，歇着吧啊，快去吧，快去吧啊！妈，二姐是不是跟何大哥吵架了呀？不会，他就是太累了，没事，来，咱们接着看。来，翻那边，我翻上。只要你充满善意，生活一定会回报你的微笑的。如果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你，我一定会想你。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爱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真要的话，我全都给你。这就是不管你去到哪儿，都会客观存在的我。我爱你。月满，你回来了。妈，醒了。都说以后晚上不要等我了，这么晚在沙发上睡容易着凉。
没事儿，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又怕吵到你爸爸。我都是大人了，你还不放心啊？放心？怎么不放心啊？就是咱们家最近不太平，这心里总是不踏实。也可能是因为妈妈老了，老爱瞎操心。妈，瞧您说的，您一点都不老。您放心吧，我会好好守护阅读的。好孩子，你有这份心就好。阅读的事儿啊，复杂着呢。别说你了，就连你爸都焦头烂额的。不说了，来，赶快喝汤。喝完汤啊，早点回屋睡觉啊。嗯，谢谢妈。圆满，怎么了？我爸病倒了。病了？都是因为最近报纸上的新闻。村山，我求求你，求求你帮帮阅读。我何德何能？不，你一定有办法的。我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对你很不好，但是我现在才发现，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依靠的人。是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以前我是在生你的气，我气你把我抛弃了，所以才说了那些话气你。村山，我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帮帮阅读。不是我不帮，我个人能力有限。你真的不帮吗？抱歉。好，我知道。圆满，圆满。让他好好休息。为什么会晕倒？根据检查的结果来看，是急性胃炎。胃炎？胃炎也会晕倒？可能病人体质比较弱，如果饮食不当、压力太大，或受到什么打击、情绪变化等等，都会引起这个炎症的发作。谢谢。村山，你也许不知道，这个账本是支撑我一直走到现在的信念。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我想尽一切办法回到自己的家。如果阅读真的被别人抢走，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永别了，村山。圆满，你在哪儿呢？哭什么？现在根本还没到那一步。为了你，我可以变成世界上最灿烂的女人，可是你却选择眼睁睁地看着我重新坠入黑暗。我真
要在黑暗中生活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宁可在最璀璨的时候离开这一切。圆满，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们见面谈好了。我可以帮，我也可以帮阅读。你说过，这里的湖水就像我的眼睛。喂，喂。这里有我们曾经的幸福，也有我们曾经的残忍。求求你不要打掉我们的孩子！你跟我的孩子就是生下来也是绝望的人生。崔善，滚！崔善，崔善！今后等着我的，到底是幸福还是残忍，完全取决于你。我金圆满的人生，只和你高存善有关。这是怎么都避不开的宿命。如果可以，真想让时间停留在我23岁那年的生日。存善，你愿意跟我回到从前吗？愿意吗？开心吗？开心。生日快乐！祝你23岁生日快乐！谢谢。怎么说都以为是借口，关上耳朵却找到出口。怎么做都以为是事实，藏起了拳头。圆满，我爱你，我爱你。本不是我的，吞下了太多甜酸，哽住喉咙，终于懂得。我想要的快乐，一天天，一点点收获，路已经难走，不退后也不强求。关上耳朵，却找到出口。怎么做都以为是事实，藏起了拳头，却藏不住了。圆满，圆满，你在哪儿？拥有了太多，本不是我的，吞下了太多甜酸，哽住喉咙，终于。圆满，你真美。孙善，我就知道你忘不了我们的过去。你能忘记我吗？能忘记圆满吗？我就是忘了我自己，我也不能忘记曾经那么深爱我的你。
转来转去，绕来绕去，咱们俩的缘分真是上天注定的。这辈子我都是你的人了，今后咱们怎么办啊？啊？你不说话，我很不安心。你能让我安心吗？你告诉我，今后到底怎么办？我什么都听你的。那你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要阅读，我要阅读是我的。为了这个，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你呢？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属于我的权利，属于我的地盘。既然这样，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打算，不要再为别人东征西战了。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在帮孙孝腾做事。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你帮谁，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会不会帮我。说真的，你真的能够保证孙孝腾能给你想要的一切吗？他跟你什么关系？我跟你又是什么关系？比较起来，我更能够掌握阅读。只要我得到阅读，我的就是你的。你宁愿相信别人，也不愿意相信我吗？那倒不是。尽快把你妈的股份弄到手，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动作越快越好。只有这样，我才能帮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到这些股份？如果博库天卷接手阅读的话，到了最后，这些股份都是一些废纸。在成为废纸前，这些股份都是话语权。当你拥有30%的股份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阅读的转让文件上签字。你爸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明白吗？那签了呢？会不会被孙孝腾一脚踢开？剩下的事交给我就行。我不明白，你能做什么？傻丫头，你不用明白，你只需要相信我。总之，不管高存善要你做什么，你都先答应下来，但不要轻易相信他。你只需要稳住他。孙孝腾这边，我会想办法。杨叔叔，能帮我这个忙吗？拜托了。一墨，这个我也很难办。我不能绕过夏总，帮你约其他的董事见面。你不如去找夏总，正式召开一次董事会议。杨叔叔，不瞒您说，我爸对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信任了。再说我也离开了夏家，您是了解我爸的为人的，他对人一向很信任，而且非常遵守合约。可是孙孝腾这个人，他一向违规操作。我敢保证，他肯定私底下联系了其他的董事了。要真是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左右他们的决定。现在阅读也危机重重，人人都想保住自己那份利益。我知道，要完全说服他们和阅读同甘共苦很难，但我还是想试试。您是阅读的元老，又是看着我长大的，就算以沫求您了，您只需要帮我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其他的，就让我尽人事，听天命吧。黄总啊，我是老杨啊。
咱们约个时间出来聚聚吧。估计大家最近也都忧心忡忡的，正好，我们一起谈谈。好的，再见。一墨啊，我能做的就能做这么多了。晚上8点。谢谢你，杨叔叔。一路喝点咖啡。哎，这个老杨搞什么鬼啊？他把我们叫这儿来见面，他自己倒不出现啊！真是，不会是阅读那边又出什么事情了吧？老黄，哎，听说孙晓彤找过你了，你听谁说的？他找我干什么？你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股东，他找你的理由还用我们明说吗？现在这个夏烈阳啊，把阅读搞得不可收拾，这种情况啊，咱们可得保持一致。即使阅读垮了，咱自己不能太损失啊。对呀。老黄，你是我们这当中股份最重的哟，你拿个主意。我拿什么主意啊？啊！各位叔叔伯伯好。以沫，你怎么来了？实不相瞒，是我拜托杨叔叔约各位今天在这里见面的。这搞什么名堂啊？我有事想跟各位叔叔伯伯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我想请各位叔叔伯伯再帮阅读一把。帮？这个“帮”字从何说起啊？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么多年这么信任你爸，可他呢，跟孙晓彤签订了对赌合同，连个招呼都不给我们打一声。现在出事儿了，想到我们了，想到我们帮他了，我们帮得着吗？啊？就是帮啊，也得你爸亲自出面给我们个说法呀。现在他自己不出面，让你过来，不是来探个口风的吧？不是的，我今天过来完全是我自己的本意，我爸根本不知道。那就更怪了，你们夏家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我爸爸的葫芦里只卖书，是不卖药的，这你们是知道的。大家对我爸爸和孙晓彤的合作很有意见，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情上我爸做得太激进了，但是我爸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苦衷？什么苦衷啊？我爸一直以来担心出版行业的危机马上就要到来了，甚至他已经预感到出版行业的生态危机了，所以他想帮阅读公司尽快转型。怎么？必须得转型啊？难道我们会阻止他吗？为什么不给我们知会一声？如果走董事会，整个流程耗的时间就太长了。我想我爸是利用自己董事长的身份，在这件事情上独断了一点，但他毕竟也是为了阅读好啊。当然了，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谁都没有想到，谁也想不到的。你们都是我爸30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想你们对我爸的为人应该是很清楚，所以我求求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再帮我爸一把吧。你现在已经不是夏家人，也不是我们阅读的股东了，啊，哎，你爸现在有困难，应该召集我们讨论讨论，是不是？可他，对不起啊，我有事儿先走一步了啊。黄伯伯，我知道，博库天卷的人一定找过您吧？他们一定跟您谈过条件了吧？那又怎么样？你爸不能保护我们投资，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是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孙晓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他和我爸爸之间，你们到底该相信谁？来，快坐，来。请大家相信我爸，他一定会保护各位的利益，但是前提是你们不要答应孙晓彤的任何条件，起码最近不要被孙晓彤说服。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爸施加压力，因为他早就想拿到阅读了。
请各位叔叔伯伯再给我3个月的时间。如果顺利的话，我1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一墨，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还在忙网上餐厅的事吧？你看，我帮你找了很多资料。是不是很累啊？要不这个周末我们去小木屋吧，我好好准备一下，我们去野炊，啊？你很闲，你是不是每天都很闲？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阅读现在危机重重，可你呢？野炊？野什么炊啊？你是小孩子吗？你要记住，你是阅读的主编，难怪现在人家外面都在说阅读快完了。阅读的主编成天忙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阅读能不完吗？一墨，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会这样？还用我告诉你吗？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你要替我好好守护阅读。我跟你说过吧，我要你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你要把所有的心思和时间放在阅读上。可你呢，搞这些。我有把心思放在阅读上，这不耽误什么。是吗？不耽误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把墨雨的封面搞错吧？要不是因为你让我分心，阅读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不是因为你成天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我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的。如果你不能帮我好好守护阅读，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让我相信你，除非你离开河岸。这一生总有一个人，在心头刻下一道痕。即使光影落满灰尘，却有闪来时的门，一寸一寸揭开守候的年轮。这一生总有一个人。夏雨墨，你到底怎么了？在梦里种下一个吻，纵然回首难以边缘，爱情里的天真，我依然紧握手心的温存。对不起。喂，他到底怎么了？啊？阿姨，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怎么不进屋啊？一墨他在，你先进屋，我去叫他去。来，进屋。我叫他啊。嗯，好。一墨，一墨，一墨，
哎，快出来，小何来了。谁啊？哎呀，何岸呐，你快出来，人家在下面等着你呢。你就说我不在。不在？哎，怎么了？吵架了？哎呀妈，您看我这不正忙着呢吗？哎呀，你说两句又不耽误，你快点，快点，快点，哎，快！妈，你就跟他说我有事儿，让他走。哎呀，我跟他说你在，你让我撒谎啊！你跟他说啊，跟他说。小何啊，小何啊，阿姨，以沫他不在，他可能出去了。阿姨，你能不能告诉我，以沫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阿姨，要是真有什么事的话，你千万要告诉我。以沫最近很奇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呀，他没事儿，他可能就是有点累了，你别多想啊。你看我这是还忙着呢。啊，你要不改天再来？那我改天来。那你改天再来啊。这死丫头，又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真是的。好的，我马上到。你为什么躲着我？我为什么要见你？以沫，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不想见你，你还不懂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现在很忙，我没时间见你。你不知道我一直很担心你吗？从前天到现在，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为什么一个也不接啊？因为我对你很失望。对我失望？什么意思啊？我将阅读托付给你，你做什么了？现在外面到处都在声讨阅读，你还有闲心思跟我这个那个？如果你不能替我好好守护阅读，那你在我眼里就一文不值。我在利用你守护阅读，你还不明白吗？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就算是你的心里话，我也不在乎。我愿意被你利用啊！我看见你，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我是那个骄傲自大的夏以沫，你不过是一个主编，你有什么前途？我凭什么要看得上你？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我，才是真真正正的我，你明白吗？不要再来找我，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说完了，你可以走了。我对你刚才的表现很满意。你会离开河岸吧？如果连这样你都没办法相信，那我们还怎么合作？我只是想提醒你，作为合作者，如果被我发现你在敷衍我，我可以随时收回我的承诺。你找我什么事？你那边进展得怎么样了？我知道的是，高存山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让我把我妈的10%的股份弄到手，然后再让我在转让书上签字。换句话来说，就是可以帮助博库天卷拿到阅读。果然是故伎重演。最近我在搜集博库天卷从前的一些案例，
其中几个和阅读现在的情况很像。我也在努力寻找这些案例中的当事人，希望得到一些建议，摸清孙孝腾的路数，好赶在他们下手之前做好准备。那我这边呢？下一步该怎么办？高存山那边逼得很紧，难道我真的要去弄我妈的股份书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高存善的安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相信你能够策应他们稳妥地拿到阅读，就不会采用更激进的办法，这样就为我的调查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那万一高存善使诈呢？他这个人有多狠心，我可是没教过的。所以，为了做好这个局，你需要得到全力的支持与配合。什么意思？把这件事告诉爸妈。什么？如果你不告诉他们，整个局面就很有可能按照孙孝腾设计的那样发展，由家庭内部矛盾演变为整个阅读的分裂。而如果你得到爸妈的配合，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陷阱，让孙孝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脚踩空。你明白吗？圆满，你可不要自作主张，千万不要上了高存善的当。我知道，跟这种狡猾成性的人斗，一定要专注，不能因为私心分了神。当然了，我专注着呢，我是不会忘记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易的。我明白。哦，好的好的，那就明天见。董事长，夏立阳约你明天一起打球。立刻通知老黄，这出戏要是没人看的话，就太没意思了。明白。好，孙主任。今天是例行检查的日子吗？我想跟您吃顿饭，饭菜我都带来了。看来这太阳还真有打西边出来的时候啊！来，一起吧。我想单独跟您吃。老胡，这么丰盛的菜啊，都还是热腾腾的，都是你做的？您可能都不知道我会做这些吧？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小时候帮着妈妈准备这些，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吃一顿饭。可是你从来没有回来过，我跟妈妈的心就这样渐渐凉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怨恨我，我也很抱歉。关于你妈妈的事情，我负有非常大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我知道很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这些，好好吃顿饭吧。说吧。说什么？你不会平白无故的为我做这顿饭。这16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开口叫过我爸，而且我们这10年的见面，都是医生和病人的见面。我想在享受天伦之乐之前，先知道你的条件。是不是在你的心里，什么都是有价钱的，什么都是可以交换的，什么都是讲条件的？难道你今天没有什么条件可以交换吗？我想请您放手，不要再打阅读的主意。你跟阅读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关心起阅读来了？我不是关心阅读，我是关心你。那些中了你圈套的人，有的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对你如此信任，甚至是亲人，你已经把他们深深伤害了。孙准，请你注意你的用词。我害谁了？我给谁下圈套了？如果这些人事必躬亲，殚精竭虑，不存侥幸，不贪婪，我怎么下圈套？这是生意，你懂什么？生意？你把你这个叫做生意？一方面在投资，一方面又盼着别人倒霉，在背后想尽办法设置各种障碍，这是堂堂正正的做生意吗？好了，跟你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今天的心情，我心领了。这顿饭我要是再吃下去的话，我会被你活活气死。你走吧，我不想跟这么幼稚的人
在谈论什么人生大道理。你知不知道，你在害每一个人的同时，等于也在害你自己。你都一大把年纪了，你看看人家，都是子孙满堂的人了，而你呢，孤家寡人一个，甚至连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真不懂，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我放过阅读，我就能过上子孙满堂的生活吗？对，因为我喜欢夏以沫。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说我喜欢夏以沫。你喜欢夏以沫？爸，为了我，你肯放弃阅读吗？你为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你竟然求我；你为了让夏以沫高兴，你居然开口喊我爸。你不是喜欢讲条件吗？今天我就跟你来一个交换。如果你放弃阅读，我就回来做你的儿子。你早这么说，事情不就简单了吗？我早就说过，这个世界上，只要条件合适，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交换的。做生意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交换过程吧。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当然，不过我也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你爱夏以沫，但是他对你呢？他，你什么意思？明天带他来见我，我要他亲口告诉我，他爱你。你说什么？你让我和你一起去见你爸？我本来只想以儿子的身份劝我爸放过阅读，只要他放过阅读，我就回去做他的儿子。为了说明阅读对我的重要性，不好意思，我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把你说成是我女朋友了。你和你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6年前，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妈去世了。怎么会这样？我妈从小父母双亡，跟我舅舅相依为命。为了生计，我舅舅中学还没毕业就去学了裁缝，开了一间裁缝店来养活我妈。后来，兄妹2个人下海经商，共同开了一家服装厂，还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结婚以后就共同经营这家服装厂。可后来，我舅舅一直不同意我爸成为股东，因为在他的心里，这家服装厂永远只属于他们兄妹2个人。后来我爸就离开了，舅舅一心想把这个服装厂做强做大，但是有一次资金上面出现了问题，正好我爸那个时候在做金融投资，于是我舅舅跟我爸就签订了对赌协议。这是我爸第一次对赌，那份协议你也看过了。就是君祥公司。君是我妈妈的名字，祥是我舅舅的名字，在他心里，他的妹妹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但是他一直不能接受我爸的一些做事方式。可是我妈还是依然深爱着我爸。那后来呢？对赌协议签完以后，我爸出面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是君祥公司在出口一批日本服装的时候，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了严重的亏损。最后我舅舅输了，我爸赢了。很快，我舅舅就知道我爸为了搞垮君祥，背后使出的手段。他找到我爸，2个人理论起来，还大打出手。我妈妈就是在送我舅舅去医院的途中出了车祸。从那以后，我爸就成了别人嘴中的孙大恶，为了自己的目的，六亲不认。其实我从小就没有跟我爸生活在一起。我妈在世的时候，因为舅舅的原因，
我爸很少回家。我妈过世的时候，我才上中学。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就是因为我总想着，也许有一天我的某个病人就是他之前害过的人。我不叫他爸爸，也不跟他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生活得太舒服。一个人一旦生活得太舒服，就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破坏我爸一次。我希望孙孝腾能够输一次，可是他一直在赢。一墨，我们一起努力，我要让阅读赢。好，我陪你去见你爸。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孙孝腾通知我们，说你夏总有事要宣布啊。怎么？你不知道？啊？世越在这儿吗？没错。你看，他们来了。哎，来了。大家来的真早啊！早。孙先生，到底什么事啊？夏总，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孙先生，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因为我约了别的董事而生气吧？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所以先联络联络，总是好的嘛。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的女儿已经把工作都做到我儿子头上了。我女儿？他们来了，你自己看了，一会儿还有大事情要宣布呢。爸，一墨，你怎么来了？爸，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多人？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人多热闹嘛。既然这是难得的一件喜事儿，我当然要让大家都一起高兴高兴。一墨，你说是由你来说呢，还是由我来说？我说什么？既然夏小姐不好意思说，那就由我来说吧。夏总，李默正在跟孙准谈恋爱，我们以后说不定可就是亲家了。李默，你已经离开了阅读，也不再是夏家的女儿了。我知道你的心里一定很难过，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拿回阅读。我听说你是难得的好编辑，做图书也一直是你的梦想。既然大家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帮以沫实现这个梦想。老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父女俩演的哪出戏啊？以沫，你太厉害了。以沫，我觉得你有必要跟你敬爱的爸爸说说你跟孙准的关系了吧？什么关系啊？你爱孙准吗？啊？或者说，是我们孙准在一厢情愿？以沫，你知道吗？他为了你做了多少事情？我爱孙准。好，年轻人嘛，敢做敢当，这爱情的力量可真是伟大。夏总，
夏，你还愁什么？你家以沫马上成为孙孝成的儿媳妇了，现在该哭的是我们。我居然还相信你们，说什么只需要3个月，什么同舟共济，有趣，太有趣了。哦，老公。 爸，别叫我爸，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没做什么？那你为什么背地里见董事呢？这件事轮得到你插手吗？再说，你跟孙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想帮你保住阅读。保住阅读？怎么保？去当孙孝成的儿媳妇？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把我当傻瓜，我只好把你当成笨蛋。你和夏以沫相爱，这么幼稚的把戏，你以为能够瞒得住我？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这一出，我还真没有办法撼动夏烈阳。我是你儿子，你居然连我都设计进你的圈套里。 你是我的儿子吗？如果你真是我的儿子，你就不会在背地里搞那么多名堂。你以为你能帮夏以沫守住阅读？就算你真的能够守住，阅读也永远不可能是夏以沫的。他早就失去了一切。难道你还想跟一个失去一切的女人谈恋爱吗？简直是笑话！你给我听着，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不管阅读将来会属于谁，他也不应该属于你。咱们父子俩的对话还真是精彩。你真的为了要得到阅读，就跟孙孝腾联手？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那你要我怎么想啊？你这边刚刚回到自己的家，就把封面搞错了。 封面刚搞错，烂摊子还没收拾，孙孝腾就杀出来。我正在跟孙孝腾争取时间，你就变成他儿媳妇了。你要我怎么不去联想这其中的关系？只有一条，你早就跟孙孝腾联手了，要不然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巧。实在令我太失望了。爸，以沫。 做了您这么多年的女儿，我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是比谁都清楚吗？我有没有背叛您，有没有出卖阅读，您难道不知道吗？我真的要重新再想想这30年我们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爸了。如果你有幸得到阅读的话， 就当我们父女30年的情分吧。以沫，为什么会这样？以沫，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孙孝腾会反利用我，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你？我现在除了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时间再疑神疑鬼了。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全力配合你。平满告诉我，高存善正在鼓动他，把夏家的股份集中起来。如果说 他们把股份集中起来，那到底有多少？31%。看来你爸是想逐个击破夏家外面的股东，另一方面，他是想从夏家内部着手，搞不好，他是想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大股东出来和我爸抗衡。其他的目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具体的操作手段，我也不太清楚。如果
我们能有那份对赌协议就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哎呦，这夏以沫的感情生活可真够丰富的啊！之前跟高存善眉来眼去的，后来又跟咱们主编这个那个，现在又换成孙准了。这孙准是谁啊？那不写着呢吗？孙孝腾的儿子。孙孝腾不就是那个扬言要收买阅读的吗？那这夏以沫在搞什么呀？难道他真的要抢走阅读吗？不过也是啊，夏家千金当得好好的被换掉了，换成谁也受不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以沫姐不是这样的人。那你那以沫是什么呀？你自己看报纸啊。她肯定是为了保护阅读，才不得已跟这个姓孙的谈恋爱的。反正以沫姐不会出卖阅读。工作做完了。还做什么工作啊？阅读都快完了。少说几句。本来嘛，报纸上天天登我们阅读这个那个的，好像全世界都盼着我们倒闭一样。什么报纸啊？没什么，主编。老周。干什么？今天不是例行检查身体的日子吧？但是妈妈的生日，你早就忘了吧？相框上全是灰，亏你还留着她的照片。你对我要了解多少？是不了解多少，现在也越来越不了解了。再见。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不留下来给妈妈过个生日吗？我曾经给过你机会，我也想好好的回来做你的儿子，可你呢？我想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一起吃饭了。你都看到了，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太好了，孙准。这次你真的帮我大忙了。别这么说，我能帮上忙已经很高兴了。按照合同上说的是，结算日期在下个月，那就是说，我们还有1个月的准备时间，对不对？没时间了，以我爸的性格来看，他不会按着合同走的。博库天卷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靠山呢？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你也知道，我不太管我爸的事情。这个补充协议后面的印章是高泰公司，那不是美国的风投吗？你爸和高泰也有生意上的往来。高泰，
哦，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好像见过高泰一个主管的女儿，情况就跟我和你见面是一样的，是我爸安排的。要是有办法联系到高泰就好了，也许事情的关键就在这儿呢。休息一下吧。来，吃块蛋糕吧。谢谢。何岸，是他吗？因为他你再也不想见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前主编何岸何先生，这位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孙准。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啊，对不起，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走吧。对不起，孙准。哎，你干嘛？放手！你干嘛？你放手！你干嘛？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有意思，特别有意思。故地重游比见异思迁有意思多了。没错，我是见异思迁。你现在明白还不算晚。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愤怒的小鸟不可能见异思迁。一墨，你还记得这里，对吗？没错，我是记得，那又怎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这间小木屋一样，只不过是匆匆过客留下的一种痕迹。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再也不是从前的夏一墨了，我变得现实，因为只有现实才能让我内心强大起来。这些你懂吗？我不懂。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因为你根本守护不了阅读。那难道孙准可以？你知道他是谁吧？他是医生，是个博士，他凭什么帮你守护阅读啊？凭他是孙孝腾的儿子。孙孝腾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阅读，你告诉我，和他比起来，你能帮我多少？难道在你眼里，阅读比什么都重要吗？我为阅读而生，我也为阅读而死。是，我只不过是个书评人，可是我能做的，我已经尽力在做了。可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挽救不了阅读。也许我们根本就不该认识。夏一墨，我知道你想救阅读。还记得我们一起讨论过的金色夏天吗？如果接下来几个月你能把业绩做好，让孙准说服他爸爸放弃收购，转而投资你的网络推广计划，这或许还有希望。我能帮到的只有这些了，对不起，你自己也好好想想。来给大家介绍，这位就是你们的新主编，著名的评论家、旅法作家何岸先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他的工作。大家好，我是何岸。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会有合格的团队。请发挥你们组活力四射、拼命三郎的精神。阅读编辑部全体人员
进入战备状态。这就是你说的最有活力的团队吗？ Yes， 我又重新回到阅读了。你永远是我心目中那个最拼命、最努力、最阳光的那个夏一墨。一墨姐，一墨若楠姐，老周，你们这是？一墨姐，我们要各奔东西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们为什么要离开阅读啊？都是那个博古天券闹的。这几天他们的人天天来财务部跟我们核算。是啊，这次肯定是没戏了。大家都说阅读这次肯定完了，所以我们就各自打算了。不会的，阅读不会有事的。你们知道我爸最近还好吗？其实我们都好几天没看到夏总了。其他的人走的走，跳槽的跳槽，就只有我们编辑部的人都还在。主编说了，除非夏总宣布易手，不然不走。可是我们……对不起，一墨，我老婆逼着我换工作，天天跟我吵个没完没了的，我也是没办法。是啊，我还要还房贷，每个月好几千元呢，没有工作不行啊。一墨姐，其实我真的不想走，可是我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你们答应我，不要走，留下来。你们跟着我工作。跟着你工作？我保证啊，你们的工资和以前一样，只需要1个月，跟着我干1个月就好了。你看啊，你们几个出去找工作还要花时间，是不是？反正只有1个月，又能赚点钱，怎么不好呢？可是去哪儿工作呀？对啊，金色夏天。中文网，好吗？高端，大气，上档次。姐夫，这个你拿着。给我的呀？对，哈哈，这个是给你的。一墨，这东西挺贵的，你也知道姐夫没什么出息，这用不着，浪费了。姐夫，你就拿着吧。现在外面大家都用这个，特别方便。随时随地能上网，还能看订单呢。就是的，健康拿着吧，这以沫一片心意。谢谢以沫啊！哎，不用谢。看看二姨送的什么？我看不懂。妈妈看。真是。哎呦，这不常春藤英语班吗？谢谢以沫。不用谢。姐，你可以去这上学了，宝贝儿。快谢谢二姨，快。没事的，姐。来，这个给你的，看看喜不喜欢。以沫，这是挺贵的这个东西。不贵，太不好意思了。没有没有，那袁美，我知道你想这个想很久了，你快看看。演艺学院的报名表。我知道你一直想当大明星，一直在存钱，想报学习班。这2天呐，我去演艺学校问了问，过几天就有个班要招生。这几天你好好准备准备，到时候好好参加考试啊！二姐，你对我太好了，可是这个班儿学费很贵的。没事儿，只要你能考上啊，多少钱姐都出。真的？真的。不过你要是考不上的话，你就得好好听咱妈的话，好好的学一门手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怎么样？能答应姐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上的。好。哎，一墨啊，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就发起礼物来了呀？还都是这么贵的东西，这个我就是想好好的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为金饭碗网站的努力。哎，一墨，咱都一家人，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爸妈，今天我也没给你们2老准备什么礼物，因为这阵子我真的是需要钱。哎呀，我们不要礼物，我们要什么礼物啊？没事没事，下回补上就行了。哎呦，干嘛呀？哎，以沫，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呀？不管是天大的事儿，你说出来，一家人商量想办法嘛。对呀。其实我有一笔存款，大概有50万左右。50万？之前我用了一部分来筹办金饭碗的网站，现在还剩40万。这笔钱是我这些年努力工作存下来的，
之前我也一直想用这笔钱来还家里的债务。哦，当然了，如果大家现在同意的话，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的。还债好，还债好，还了债我就安生了。爸，你没完了，好好听着。以沫，你接着说。阅读现在人心惶惶的，都说阅读要倒闭了。现在很多同事都走了，可我不想让我以前的那些编辑离开，他们都是很好的编辑，所以我想搞一个相关的网络公司，把这些人才给留住。所以我就先挪用这笔钱，想先动起来。哎，以沫，我有点没太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你要自己租公司？对。但是以沫啊，这个事儿可不比这个网上开个餐厅容易，所以你得好好考虑清楚才能做。你慎重点。不是得有高楼大厦什么的才能办公司吗？你要是赔了，还不如还债。哎，爸。以沫，这个是你的辛苦钱，你想做呢你就做，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你。这个钱啊，要是不够的话，袁美还有哈哈那个学呢，就先不上了。哎，过了这一阵子，我们再想办法再上。是，一沫，这个手机啊，姐夫真用不着。不，姐夫，你拿着，真的，你们听我说，这些小礼物啊，真的是我的一份心意，我真的是想好好的谢谢大家。要是没有你们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们，我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一沫，我跟你讲，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就跟大姐讲。大姐虽然能力有限，但是但凡你要张口的话，绝对不含糊啊！对，全家都支持你，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谢什么？咱是一家人。对呀，一家人，赶紧做。咱们以后就在这儿办公啊？还真不太适应啊。这里的办公条件是简陋了一些，不过开始阶段嘛，我们要尽量节省开支，所以我就没有租写字楼。不过这里办公条件还是基本都有的。如果大家觉得闷，想透气的话，那这边出去右拐上楼就是小区花园，其实环境还是挺不错的。没关系的，一沫姐，再简陋的环境，过几天也就习惯了，不介意。最关键的是，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在一起快乐的工作了，好开心啊！也不知道以后这阅读是不是就只剩下回忆了？不会的，我相信，这里就是新的起点。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在这里看到阅读的重新回归。哎，看到你们这么有信心，我好像也不难受了。哎呀，打起精神来嘛！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加油！那好，我现在正式宣布，金色夏天中文网正式成立了，加油！加油！还有我呢。谢谢你，孙准。等阅读拿回来再谢我吧。在这个同出彩共出色的日子里，怎么能没有好酒呢？来 ，Rio， 大家庆祝一下。谢谢楠楠。来，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来，干杯！多吃点啊，今天辛苦了。别说啊，虽然咱们见不到这个大办公室了，挪到这个小黑地下室里面工作，可是这每天可以来这个金饭碗蹭吃蹭喝呀，这感觉也不错呀。对，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了一种为自己做事的感觉。虽然第一次在没有窗户的地方工作，但是还是蛮新鲜的啦。过几天我给大家弄几本植物过来，这样办公室的空气也不至于太闷，大家工作起来也挺舒适的。不愧是医生啊，3句话不离本行。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大夫呀？那报纸上都写了。哎，孙大夫，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啊。那是因为你健康嘛。哎，没喝的了，你们大家喝点什么？橙汁行吗？我帮你。一沫姐，你喜欢这个人吗？你真的觉得他比咱们主编好？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为了阅读嫁给这个孙准？别瞎打听了，快去吃饭吧。一沫姐，咱们主编最近心情特别糟糕，
吃住都在编辑部，好可怜。我们为了工作都在找退路，只有他跟傻子似的，天天在校对工作。你们是不是分手了？你就别瞎问了，我们呢只是普通同事，谈不上分手不分手的。以沫姐，主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我们都知道的。哎呀，不说这个了，吃饭吧啊。妈，今天辛苦您了。若楠他们都说您做的菜啊倍儿香，倍儿好吃，是吗？哎，你们要是爱吃啊，我再给你们做2个吧。够了，谢谢阿姨。谢谢。好好吃啊，别客气。哎，你过来，过来。怎么了？你跟那个孙医生是怎么回事啊？妈，您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们一样瞎起哄啊？别打岔。还有那个何岸，怎么好几天都不来了？你们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感情的事儿可不能当儿戏。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哎。你听过萤火虫的故事吗？有人告诉我，一只萤火虫飞到瓶子里，另外一只也会飞进去陪它。它们飞来飞去，只是为了在黑暗里找到对方，把自己微弱的光芒带给对方。这是何安跟你说的故事吗？你知道吗？连金色夏天这个名字都是他取的。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是分手了吗？我觉得他还是很在乎你的。你也放不下他吗？我已经放下了。既然放下了，为什么看见星星就想起萤火虫的故事呢？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要忘掉过去，我只想一心往前走。只有走到最后，我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儿。这样是不是很傻？不，我觉得很好。你不用总是安慰我。世上的人总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回头看来，得到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想要的却永远都得不到。我佩服那些只想行走，而不是只朝着某个目标前进的人。一墨，我是圆满。对不起啊。累了就下班吧，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呀？还有点没看完，看完就走。听说大家都走了。我要留下来。我答应过一墨，我要替他守护阅读。你觉得这样值得吗？连我爸都有可能会。我知道，守护阅读是一墨的愿望。一墨，什么都是一墨。那他自己呢？他跟那个孙孝腾的儿子在交往，你知道吗？他只是嘴上说守护阅读，他到底守护了什么？我不在乎。可我在乎。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我会和你一起守护阅读。
对女人只有一个要求，必须足够漂亮。哎妈，这中午要有30份外卖要送呢，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哎呀，多怕什么呀？这做生意啊，就怕没生意呢。都接了啊。哎爸，那个送外卖帮我妈，她觉得一人不行。我跑。对啊。送外卖。哎，您帮帮忙。再怎么着，我也是金饭碗的 UFO， 我能送外卖，我不去。爸，您在外面可别这么说啊！什么 UFO 啊，那叫 CEO。再说了，您也不是，咱妈才是。看不起我？哎，你看，又是这人。你看，哎，光是水果就10好几斤，还有蔬菜都是最贵的。不是这家干嘛呀？摆流水宴呢？这是。有钱。多好啊！哎，尹墨，你们那个网络公司要干嘛？要选美啊？我这身行吗？行，你在这胡同里走啊，真够招摇的。是吗？招摇怎么了？就应该这么穿。二姐真好看。好看，好看，真的好看。没有我二爷好看。不就你二姨吗？这是亲二姨。才不是呢，圆满才是我二姨。什么圆满你是二姨？别乱说啊！没事儿，妈，我有事儿得出去一下。去吧，去吧。好嘞，我先走了啊。尹墨，我这不拜托你照顾哈哈吗？你看这餐厅这么忙，妈一个人也不行，我还得跑那么老远给那神经病送饭去。你看，不是还有袁美的吗？我不行，我还要上课呢，1节课很贵的，我不看孩子。你怎么什么事都推三阻四的呀？可是我今天真的约了人，怎么办呢？你带着哈哈也不丢人呢，你约人带他去啊。我带哈哈？你说以前吧，我把孩子撂给妈还行，现在妈岁数大了，带着也不方便。哎，尹墨，拜托你了，尹墨。行了行了，我就带着哈哈，哈哈最乖了，是不是？我不去，我又没穿漂亮衣服，还挺臭美。哈哈，你呢？叫我一声二姨，二姨给你买漂亮衣服好不好？二姨，真乖，哈哈过来，来，看看我们哈哈最乖了。今天呢，就跟着二姨一起，二姨带你去玩，好吗？爸妈，我们走了，快去吧。哈哈乖啊！拜拜拜拜，来走。这是你开的单子。哈哈要乖啊！什么我都看不清楚。毕月课，你又回来了。奇怪，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请问，你是？你是河岸吧？我是毕月课。你是阅读前任主编毕月课。我走的时候，阅读可是好好的。你这个现任主编，不准备跟我解释一下吗？这一生总有一个人，在心头刻下一道痕。即使光阴落满灰尘，却有闪来时的美，一
寸一寸揭开守候的年轮。这一生总有一个人，在梦里种下一个吻，纵然回首难以辨认爱情里的天真，我依然紧握手心的温存。这一生总有一个人，在梦里种下一个吻，纵然回首难以辨认爱情里的天真，我依然紧握手心的温存。过往的每一笔，仿佛依旧在继续，我会始终守望着你。未来的每一笔，将会怎样写下去？你会陪着我。